1、2、3，这是你跟举球员之间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去磨合，对，就跟爱情一样。嗨，大家好，我是明，欢迎来到排球小教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B 式快攻。我们现在粗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B 式快攻。B 式快攻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快攻战术，那它跟 A 快不一样。A 快的影片我们之前在这边有跟大家讲过，对，它就是离举球员很近的快攻。那 B 的话，它就是离举球员比较远的快攻。所以 B 式快攻在攻击上不是只有快这个优势，它还有距离，它有空间这一个变化。那多了这个空间差，这个距离差，就是让整个攻击变得更有变化，然后也就是让对方的拦网手更难猜测你要打 A 还是打 B。那我在一个离举球员很近的地方可以很快的打下去，我在一个离举球员一段距离以外的地方，我也可以很快的打下去。那我们就先放上影片来给大家看。好，那看完刚刚那一段影片之后，大家应该对 B 式快攻有一点概念了，对不对？应该吧。好，那我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 B 式快攻平常大家都怎么去塞印。很多人都会喊 B，ABC 的 B， 然后 B 式快攻嘛。有些人会简短的喊 B 式或是 B 快。然后像我们啊这种从小打到大的，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其实没有对 ABC 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就是 AB，然后我们最后会喊成 P。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场上，很多人就是喊 B， 然后就是喊 B， 但其实就是那种发音不标准，最后变成 P。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怎么去打 B 式快攻。那打 B 式快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就是刚刚说的距离差嘛。那我们以右撇子为例，那左撇子的话，自己要把自己的那个助跑路径就是往你的右手边调一个位置，因为让你的球可以维持在左边打。那右撇子的话，就是你可以先看举球员的位置，他在这边，那我大概抓他前面大概2公尺左右到2.5公尺之间的位置，往这边助跑去起跳。对，这是最基本的，你的助跑的方向就先对。那举球员大概 B 式快攻会往这边丢。那再来第二步就是跟 A 式快攻一样，就是跟球一起进场。那球在哪里，你就到哪里。那今天你是攻击手在这里，攻击手在这边，那球在这边，所以当你的球从后面接过来的时候，当这个球到你人的旁边的时候，你要跟着他一起进去。然后当球到举球员手上的时候，你在这边要准备起跳。然后当球举出来的时候，你刚好起跳在空中遇到他。那攻击手这边要注意的是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跟 A 一样，第一时间进场。第二件事情就是离举球员大约2到2.5公尺左右的距离，然后可以让你去好好抓到你的 B 式的攻击点。那有个部分很重要的是，当举球员在移动的时候，你也要跟着移动哦。对，因为如果说假设你们已经定好是2公尺的话，那举球员跑来这里了，那结果你还在这边跳，那这个距离可能就不止2公尺。对，那这边就是需要去协调的。那如果说今天当举球员往左边跑，他可能跑到前面去了，你还要再往外面的话，这个东西就要看你们的默契，因为你也许会跑到标志杆外面。对，那可能你自己要去改这个塞印，你可能要突然自己喊个 A 或 C， 那这样才可以就是缓解这样的状况，不然你跳到球柱啊，谁要把球给你？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A 跟 B 之间的差别。那就像刚刚说的，就是空间差的差别，对，就这么简单。之前在战术篇的时候，我们就有讲过，就是类似的东西。大家有什么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就是可以去这边，然后看之前的战术篇。那打 A 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可以贴近举球员跳。那也就是当举球员在这边的时候，我们会从这边进去，然后在这边打 A。大概这个圈圈的位置是我们的击球点。那这个地方会因为你自己的就是你的起跳可能比较高一点，那你的球点就会高一点。所以这个击球点不是固定的，而是说因人而异。所以有可能在这里。根据刚刚的 A 块这边的攻击的击球点高度，然后我们把距离拉远，就可以看到B 块就在哪里。对。所以这个距离、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想要的、想象中的 B 块的位置。那我们会改变的东西是举球员举出去的球线。原本在 A 的时候举出来的球线是在举球员自己的旁边，但是在举 B 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球丢出去，所以 B 的球线就整个被拉长。
再来是说，就是这一颗球举出来的攻击点的攻击高度，理论上也要跟 A 一样，所以你在 A 打这么高，你在 B 就要打这么高，因为这样才可以维持你一个比较好的攻击高度。那整体来说，举球举出去的这个球线会是平的。那我们会希望维持 B 式快攻也在第一时间出手，所以举球员通常这时候会把球丢得比较快。那这样举球员加压之后，就可以让这颗球更快的到攻击手的手上，那也可以保持原本的第一时间攻击这个攻击的节奏。那当球线变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攻击的出手点就是选择也会比较多，你可以从比较右边的地方打到比较左边的地方，因为这个击球点的高度没有差太多。那当你的出手可以往右边伸或是往左边伸，这样子你就可以让你的整个攻击的角度变得很大。那如果说我们要比较 A 跟 B 之间的差别的话，那 A 这边可以看得到，它举球的球线它就是垂直的，所以你可以在一个很低的地方打到，那你也可以刻意把自己的点拉很高，在很高的地方打到。但是如果是 B 的话，因为球线是平的，所以你很难突然就叫举球员就是让他的球飞到一半，然后直接往上升，这不可能。所以它已经是平的出去，那你可以去操控的是你在比较右边的地方打到，或是在比较左边的地方打到。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空间差的距离去混淆对手，混淆对方的拦网者不知道他要拦 A 还是拦 B。这么好用的攻击战术，一定有它的难处。那第一个它的难处就是举球员的技术，因为我们很难就是保证每一次举球员都可以很精准的这样射出去，就跟影山一样，每一次的对球的掌握都要很好，然后而且跟攻击手之间的配合也要很好。对，这就是第二点，攻击手的节奏，因为攻击手他可能有时候会误判，有时候会晚跑一点，或是跳得矮一点，或是跳慢一点。那当举球员就算他可以很精准的控制每一次都在那边的时候，攻击手可能这时候比较矮，那他就打不到，然后被挥空被首尾这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难的地方。然后第三点就是攻击手跟举球员之间的默契，因为今天假设我跟你很熟嘛，那我今天是你的举球员，所以今天你可能状况没那么好我就知道我今天可能就是丢给你的时候，球要再矮一点点，然后让你去在空中，就是让你可以去一样可以去击球。那今天你状况超好，你跳得超高，我就直接特别再帮你往上丢。然后让你可以在很高的点这样打下去，两人之间就是不管个人的技术或者是两人之间的默契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这就是最难的地方，所以很多攻击手都会一直觉得说，我要跟举球员配，要一直配，就是这样。因为两个人之间默契那很难，当然我们可以用沟通的讲出来，但是不代表我们每一次都可以做得到，而且每一次都可能会有一些大小状况，然后还要做一些微调。对，所以这就是默契，就是搭配的重要性。B 式快攻是一个得分率很高的个人攻击战术，那它有很好的得分率，相对来讲它就是很难达成，因为就是你们的攻击手的技术还有举球员的技术都要非常的纯熟。那一开始练不好配不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真的不要气馁，因为我也是达不太到，我觉得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去配合，需要时间去练习的。你跟举球员之间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去磨合，对，就跟爱情一样。所以千万不要气馁，就是不断的跟队友沟通才是解决之道。好，那今天的排球师就先接到这边。如果有任何的对 B 式快攻的问题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跟我说。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追踪跟按赞哦。我们下次见，拜拜。喂，越来越上面了，太高了。好 ，OK， 我们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B 式快攻通常会被怎么叫，被怎么叫？这样咻过去，没有人看得到我在上面写什么。